120班负责公路，是。其余的人警戒侧翼。恭喜！ 部队是个炉子，你这浑身上下100多斤，甭管什么废铜烂铁，扔进去滚一圈再出来，那就得是块钢。
里那挡着，什么都看不清楚，不知道谁打谁，现在连个动静都没了。应该是打完了，也不知道谁赢了，地形不明，看不见，听不着。我要是敌人的话，就躲在林子后头，把公路封锁得死死，谁过去谁死。迎风山这个位置卡得太要命了，硬冲太危险，我建议绕过去。咱们已经绕了1宿的路了，再绕的话，恐怕会被堵在口袋里。50米原地警戒，其他所有人等候命令。高进、李长河，跟我走。是。班长，这敌人咋绕到咱们后头来了？咋回事啊？小心没大错，一会儿万一打起来，跟紧了我。看这阵仗，这次敌人怕是不好砍。3排打佯攻，走正面，沿着路切过去。我带1排的2个班。我们从东面那条水沟底部摸过去，然后绕到树丛后面，重机枪留下支援3排，把全连的波波沙调给我，让2排守住路口，做全连的预备队。机炮排负责指挥所有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对3排进行火力支援。重机枪可以先打一练，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然后补兵再上去。庙会失去突然性。20分钟后，3排会沿着公路两侧向树丛方向运动。如果敌人不开火，迫击炮和机枪就都不开火。等敌人开火之后，机炮排负责敲掉敌人的机枪。就这么办。马上出发。小心点啊！慢点。往这边走。小心点。好，放下吧。身上有伤吗？后面有卫生员。没大事，就破了点皮。这1宿过去就能卸痂了，不会留疤。你们人都在这儿啊？
认识啊？谁？啊，算是吧。老兵，从四川过来的。平西人，警察系的。他其实可以不用来的。他不会这么想。他想回部队，想跟自己的连队死在一起。他应该在真正的战斗中，像个英雄一样牺牲。有区别吗？至少他会快乐些吧。在战场上，你没有权利选择生死，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方式吧。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都长得跟花骨朵似的。我爹是个铁匠，走乡串户，修修补补，赚的不多，日子还算过得去。关键是自由。华北事变，他被日本人抓到了矿上，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他死了？应该是吧。是生是死，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埋在哪儿，都不知道。对不起。没关系。生在这样的时代，谁都没有自由，没有生的自由，也没有死的自由。他其实可以选择的。他已经选择了。队长，我怎么办？身上有伤吗？能走吗？那就跟着我走。站！就敢站！敬礼！
心去哪？怎么了？排长有点不对劲儿啊！从出发到现在，快2个点了，一句话没说过，口令也不下。带好队伍，注意隐蔽。是。走，快走，快走！隐蔽。就跟着我，我走你就走，我停你就停，我蹲下你就蹲下。会用吗？老婆，有，给我把把波杀。是。找好了，后半击就能射击。记住了，我朝哪儿射击，你就朝哪儿射击。我要不开枪，你也不许开枪。明白？明白。越怕鬼，越撞鬼。前面是个火车站，不小啊。我们这是日本人修的，有几个大老美，2塔楼一边一个，一挺机枪。天桥上还有俩，地面上估计还有一个。地儿挺大，我估计屋里边里还有人。走吧。至少1个班，1天点3连机枪，他们应该刚刚占领这里不久，兵力应该不多。打不打？天快黑了。Hey! Who's there? Join back, is that you? Help me! Help me. 明天早上6点半，有列满载的军列从这里通过，所以他们才会守在这儿。是24步兵师的特遣队，这列军列就是给他们送给养。特遣队是个啥编制？一个团还是一个营？他们将近有800人。加强营？他们的长官叫布莱尔，
军衔是中校，虽然只有800人，但实际配备了12辆坦克、8辆装甲车、4门自行火炮，还有18辆卡车。文工团白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小分队。他们的任务是啥？沿公路快速推进，占领汉江以南所有的主要道路，封锁汉江主要渡口，建立防御工事。这是要包饺子。这并不是美军的惯用战术，应该是针对咱们专门制定的新策略。咱是以营连为单位，向敌后纵深进行穿插迂回。老美喜欢维持战线平整。现在这个特遣队，应该是带轮子的运动战。就是这个概念，以装甲化、机械化的小股部队单点突进，在我们的后方进行大纵深的穿插和迂回，破坏我们的撤离行军序列，在交通要道建立起坚固的支撑点，破坏我们的作战秩序以及建制完整，迟滞我们的行动速度，为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和歼灭行动提供条件。也就是说，咱现在就是人家罐头里的肉。你那还有水吗？我这还有。你们带吃的了吗？我不饿。哦，是这样是吧？咱们在这儿，就是浑身使不上劲儿。亮子，哎，有，给他们弄点吃的。是。你什么意见？你左倾，你冒进！我告诉你，你别给我乱扣帽子！我没给你乱扣帽子。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找一条最安全的撤离路线。这列专列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给敌人输送补给用的。我不管它是干什么用的，从这儿到南最少还有130里地。这是特遣队。对，就是这种特遣队，它不止一个。这些特遣队太扎手了。我告诉你，只要他们建立起补给线，他们就能建立起阵地。到时候咱走不了不说，只怕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都会被跟着困在里头。看啥呀？找我说点啥？我支持指导员，我们只是一个连队。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战场上的一根头发，战略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全连的安全。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撤离。二排长，你也说两句。干。2票对2票，老规矩，党支部会议表决。李排长，一班长、3班长也在呢，连长和指导员叫开会，党支部会议。好。为什么不干？炸翻他们一列火车，就算只能拖半天也划算。退1万步讲，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个仇不能不报。别说了，举手表决吧。通过了。赵贺，
你的思想汇报啊，还得抓紧写。饿不？我现在不想说话。1年半以前，在南宁，一排长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啊，和你今天差不多。说起来，我现在倒是挺理解他的。大苗不像我，他喜欢音乐，他平时自己会写谱子，配和弦。我离开文工团之前，他已经递交了转业申请。他想调到地方乐团工作，那才是适合他的地方。我要是不走的话，他的申请估计会批下来。可我这一走，文工团没了主官，他就赶鸭子上架了。你在自责？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自己做的选择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对的，未必就是对；你觉得不对的，也未必就真不对。那你为什么离开文工团啊？行，不想说就别说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吗？要是有选择的话，大苗就不会来这里，很多人就不用死在这儿了。你知道吗？我今天一直在想，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你这么难为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蠢不蠢啊？蠢，当然蠢。要是不蠢的话，也不至于。算了，不说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觉得三曼有点不对劲。正常，谁还没个七情六欲？我有点担心啊。别瞎操心了，人家党龄比咱俩加起来都长。他一向冷静，今天的事情刺激到他了。要是全连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牺牲了，我估摸咱也疯。风归风，事归事，一码归一码罢。人不是木头，那些丫头，风一吹都能渗出水来的。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何况三姑娘呢？那你就跟着她一起疯。我没有疯，我只是有些麻木。痛到极致，就是麻木。我知道你埋怨我没有支持你，其实我知道这么干不好，风险也很大。可我就是想干，我想把他们一个一个脑浆子都干出来。我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该向谁发。我想打人，我想骂人，我想杀人。情绪就是这样，该宣泄的时候就要宣泄，憋得久了，好人也会被憋出毛病。有时候啊，疯一疯，吼一吼，没什么坏处。我只是想疯一疯，不是真的疯了。在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做出决定。我做的是我自己的决定。换了以前，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可现在不同了。从我决定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命
和你们的命拴在一起了。可他们的命都没了，所以你得坚强起来。你要恢复冷静。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走那么远的路，你比我更记得回家的路。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我到现在为止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把这支队伍当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他们都回不去了。我从未如此喜悦，沉浸于甜蜜的安宁。飞蛾在黑暗中起舞，却又翩然扑向光明。我从未如此彷徨，徘徊于忐忑的爱情。黄鹂在树梢头歌唱，期待着雄鹰的聆听。我愿栖息在你宽阔的羽翼下，回味岁月的宁静。我愿投身在你熊熊的烈焰里，融化酷寒的坚冰。跨越生死的记忆，只留下你的姓名。穿越战火的足迹，请带上我，携手前行。大苗说，文工团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老白，小黄鹂不会隐藏，从来不会。老白他知道吗？这首诗是他写了用来表白的，信写好了，他把它放在口袋里，应该是在等适当的时候，偷偷地塞给他的教导员。所以就折成了纸鹤。这不是纸鹤，是鸿雁。来，亮子给你的，他也给你了。怎么样？不错。你不尝尝吗？不错。嗯。想什么呢？啊，想老娘。你老家哪里的？塘沽，海边。我们那边啊，下海的多。我爹活着的时候，
家里面有条船，后来他没了，我老娘就给别人补网子。我参军的时候，他哭得不行，就怕我没了，剩下他一个。后来没托人送信回去啊？送过2次。黄堡战役之后，我当了排长，穿着军装，拍了张照片，突然一起送回去。在河南整训又送过1次，让他不要担心。我跟他说，仗快打完了，等打完仗，我就复员，回去陪他。仗打完了，你准备回去干什么？我想把我爹留下那条破船修修，给娘娘上几炷香，车还整神儿。娘娘？我们那边的人都供娘娘。天津老城里有个娘娘宫，每年的香火旺得不得了，都是我们这些个海货给供奉的。那海上呀，风大浪大，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转眼就狂风暴雨，那浪比城墙还高，真的是龙王爷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歇半个月。那应该供龙王爷啊，怎么供娘娘？龙王爷是搞事儿的，娘娘是平事儿的。龙王爷吃人，娘娘救人，当然供娘娘。你说的娘娘，是不是南方说的妈祖啊？娘娘就是娘娘。天快亮了，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北岸扫清了，估计应该快渡江了。赵和重伤，你又不在，3个排长缺编2个，才这么2天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应该会等你回去。天放是老兵，老革命，指挥部队没问题。他不如你。谁说的？2排长说的可不算啊。那连里谁都知道他跟天放那点事儿。我要是天放，我一样跟他不共戴天。不是赵和说的。等过了江，估计团政治部就要找你谈话了。提前恭喜了。严密，小心坦克！把2颗上来！班长，掩护班长！好。
想起点什么了吗？你别着急，你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个奇迹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很正常。脑组织和神经系统的再生是科学问题，但是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恢复，却属于概率问题。赵国同志，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你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大夫来查房，你得在。有什么问题呢，你去跟护士去说。医院呢会给咱们留守站打电话。如果把你的脑袋比喻成一个图书馆，所有信息以一本一本书的形式存放在不同的区域，而认知能力就是索引和目录，所有的东西都在。但是你必须重建索引和目录。要多久啊？这是你3个月的津贴，一共18万，你点点。如果呢，你能找到一个点，就能抻出一条线，拉出一个平面，然后构建一个立方体。多久？只要你能记得1+1等于2，那么你学开微分方程只需要1秒钟，只要你学过。这是你的军装，要是憋坏了呢，你就出去转转，反正离这个市区也近，想吃什么买什么东西的也方便。人民剧院啊，周末会有演出，到时候拿着咱们的军官证就能直接入场。这边房长有，哎，有了，哎，好，但是你要想起1+1等于2，也许需要1天，也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可能永远也记不起来。走，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就是这儿。有好再来啊！去吧，晚上6点半还在这儿接你。你写这里就可以了。来，下一组。在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啊？哟，这位军人同志，您好，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来，排长同志，请随我来。来，来这边，来让一下啊，来，给您包好。哎，劳驾，谢谢啊。我来吧，哎，各位顾客同志，请大家发扬一下你们的风格，让一下咱们这位志愿军同志先买，好不好？我不买。哎，这边请。来，1张20，颜色亮一点。哎，好。按照咱们的规定啊，前线归来的志愿军战士，凭证的话都有1张20的花布。多少钱？当然是免费的呀。哎，快点啊！给。按照规定啊，你还有1斤白糖、2斤水果、2斤干果，然后还有3斤鸡蛋、1条鱼、1斤红肠。另外啊，您还有1双瑞福祥的厚底布鞋。谢谢。这些啊都是免费给您的。这买的有点少吧？这还是太多了。实不相瞒，我要不是实在赔不起的话，这矿石收音机我都想免费送您1台。是啊。要是您想买的话，对，我就收您一个成本价。谢谢啊。
你好，这位同志，请问您的随身物品需要寄存一下吗？啊？您给我吧。您放心，东西放在我们这儿啊，一件都不会少的。第5卷在，这个，你好，同志，请问你想看点什么书吗？新书。毛泽东选集，1944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1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同志，您能给我签个名吗？签什么呀？什么都行。谢谢。
写信吗？伍修权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以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所有这一切美国清朝武装力量直接侵略我国的行为，都是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恢复的不错，又想起什么来了？有些人，有些事儿，一直在我这里面晃来晃去。恕我直言，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恐怕已经不适合继续参加战斗了。你头部的碎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子弹贯穿形成的空腔却是难以修补的。况且，从理论上讲呢，那些细小的颗粒是很难通过手术根除的。人的大脑不同于循环系统，那些杂质不可能通过新陈代谢自动排出。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都要带着他们过活了。那我还能活多久？这我不知道。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医学上来说呢，哪怕是切除1/5，你仍然可以活着。况且实际上，你往这个系统里面扔一颗黄豆，也可能把它卡住。到目前为止，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的外伤已经痊愈，但是呢，后遗症、并发症随时可能发生。以后你可能会没灾没病、平平安安的活100年。但是也可能在明天早上死于脑溢血。但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你脑中的残留物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思维障碍。其实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你并不是个完整的你。那我还能回去吗？回哪里啊？郑姐，跟我来吧。给这位排长同志让个位置，他是上尉归队。0200刘守初，来吃饭。来吃饭。白面的白，老师的师，模范的范，白师范。走吧。我眼下在军分区警卫营剿匪，川西土匪可不比川北少。我也是排长。部队开拔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后来追到泊头，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哎，你是从前线下来的，仗打完了吗？不记得了。啊？好家伙！你真命大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嗨，手榴弹炸的。
当时首长就在车上，我们军的老政委，行署主任。手榴弹扔下来的时候还冒着烟呢，我抓起来就往外扔，空中就爆了。那大夫说，送到医院的时候，都说救不活了，瞎扯。哎，除了少一零件，哪儿都好着呢。你命也挺硬啊。哎，还是想上前线。部队走了，把你落下了，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心里不安生啊。可不嘛，睡觉都睡不踏实。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哪个部队来着？这个姓马的啥来头啊？马修是名字，美国人的名字搁在姓的前头，他的姓叫李奇微。啊，都一个样。不，这姓李的是啥来头啊？情报上说，他是美军陆军的参谋长，2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就是咱们抗战的时候，他是82空降师的师长。通报上说，这个姓李的收缩战线，加强补给，同时又拉长了咱的战线，让咱这后勤补给跟不上来。没见着那什么麦克阿瑟的比他有多强？也不能这么说。咱是10月底过的江，40多天咱就收复了平壤，70多天咱就攻克了汉城。然后呢？啊，3来月，咱就沿着这汉江来回拉锯，不痛快，不明白。这个姓李的，就是跟这个老麦头不一样。李奇微和麦克阿瑟不一样，他是伞兵出身。考虑问题的时候，更注重战斗相关的细节，气候、地形、兵力、火力、对手的特征、敌情、我情这些个因素。麦克阿瑟将军是从战略层面上来考量，而李奇微是从战术层面上来考量。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这个总司令，他是以师和团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而李奇微呢，是以营和连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都直接指挥到营和连了？不是指挥，而是指在做部署的时候具体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底下的部队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具体问题，麦克阿瑟顶多考虑到师长和团长一级，而李奇微能考虑到营长和连长一级。那为啥？因为他是伞兵啊。伞兵？这伞兵又咋了？一个师的兵力就这么从天上这么飞下来，很有可能会分散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如果你是师长，从飞机上跳到地面上以后，你指挥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团，甚至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啥玩意儿？一个排？那他这师长还咋当啊？没办法，事实上，能有一个排就不错了。在空降作战当中，就算一个师长身边连一个兵都没有，身上一把枪都没有，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一架 C-47运输机最大的运载兵力，也就是一个排，而且这一个排跳伞的时候，还未必都能跳到同一个地方。作为指挥员，也只能因漏就减，能收拢多少兵力，就使用多少兵力来作战。有收拢一个排就用一个排，有一个班就用一个班。所以说，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可能早就忘记了如何当好一个连长，但一个伞兵师的师长，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呀，
你咋懂这么多呢？